所以啊，美国官员在拜登发言之后出来说，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，并不是在给拜登打圆场消除影响，而是用另外一套语言表达了和拜登类似的意思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暴民说。这期的话题是，美国总统拜登是又一次说错话了吗？当然不是。美国总统拜登23号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，若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，那是不可接受的。这个时候记者追问，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攻击，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的时候，拜登说，是的，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。美国最高领导人这个表态立刻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，我们的外交部门呢发出了强烈的抗议。白宫的官员马上回应说，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，拜登所说的是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军事防卫能力的承诺。拜登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所谓的口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在2021年的10月，拜登就犯过一次，他说完之后同样是白宫的官员出来打圆场。有人说拜登完全是因为年纪太大老糊涂了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的乱说。从他执政14个月以来各种场合的发言，我们可以发现拜登呢确实在有些场合出现了失误，比如说记错人、滥下跪，但是在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重大战略问题上，他是从来不糊涂的啊。比如说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夕，拜登反复发出警告，说俄罗斯马上就要进攻乌克兰，甚至给出了准确的时间。事实证明，拜登的警告并不是胡言乱语，而是基于全面的情报和深入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一次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失言也是如此。如果仔细分析拜登的措辞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说错话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向拜登提出的问题是，美国会不会保卫台湾？这位记者用的词儿是 defend， 这个词是防御、防卫、保卫的意思。过去我们往往把这个单词理解为直接出兵协防，但是乌克兰战争让我们对美国人嘴里的 defend 有了新的理解。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，美国就明确的表示绝不会出兵，但是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，问题上美国人却是异常的积极。在2月24号开战之前，就先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。战争爆发之后，美国继续坚持不出兵进入乌克兰境内的原则，但军事援助的规模却越来越大。不但如此，美国还出动各类的侦察机、侦察船、侦察卫星，动用北约的作战指挥系统，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援，甚至是战场指挥。美国还把乌克兰后备人员招揽到德国境内，训练他们使用北约的武器装备。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 defend 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这就意味着拜登嘴里的协防台湾，并不是一定要派美军到台湾参战，提供军事援助，训练台军技能，战时提供情报信息保障，甚至直接提供作战指挥，都可以算作协防的一部分，并不是一定要有美国大兵登上台湾的土地才算是协防啊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美国对于台湾的协防其实早就开始了，并且一直在进行。从多年前开始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、海军陆战队的特种突击团、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等美军特种部队成员就被派遣到台湾，帮助训练台军特种作战技能。训练的内容包括武装潜水破隙、高空伞降突袭、战场侦察、战场狙击、山地游击战、城市巷战等等。美国空军与台空军的合作更早，台空军飞行员经常参加美国空军组织的军事演习。台军购买了F-16以后，它的改装训练、战术训练、维护保养等等与美军的联系就更加的密切。台湾当局和美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呢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。一旦台海战争爆发，解放军又没有及时封控台岛前进的话，那美国和日本完全有可能通过海运、空运的方式向台湾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。按照乌克兰战场上的实践，这是可以解释成协防的。所以啊，美国官员在拜登发言之后出来说，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，
并不是在给拜登打圆场消除影响，而是用另外一套语言表达了和拜登类似的意思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